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曲萌。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主创，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激情澎湃，天动地浪漫情怀，感动。对于我来说，它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徐导，您知道肖战见到您会紧张吗？没去注意这个事，一注意的话更紧张了。你来中原学习武功，是为了什么呀？当年是宋任出卖你爹，让你母子俩无家可归。阿汉杜斯曼，《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到底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这个影片在这个我们徐克导演的这个诠释下呢，把侠之大者这个侠义给拓展开了。它不单单是一个武侠的问题，而是一个英雄辈出的这样的一个。另外呢，这里面的郭靖的成长，郭靖的他的变迁，还有在家国情怀上的这些东西，主要是这个影片的核心体现。因为《射雕英雄传》是面的人物跟他别的人物不太一样，要让大家知道不能忘本，我们中国人不能忘本。那整个《射雕英雄传》到最后高潮是讲侠之大者。这个侠之大者的对话是蒙古草原的战神大汗跟国靖的对话。金庸先生把这个对话成为这个《射雕英雄传》最后结局的一个高潮。那我面对这个国靖在战场上的很多处境跟他的人物的关于他们的跟环境的呼应，跟他的这个戏剧上的一些冲击力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尽力了，让国靖在我们的戏的高潮里面跟大汗把侠之大者的主题给讲清楚。其实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郭靖啊。那这一次肖战来扮演郭靖，你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郭靖、黄蓉，压力是肯定是有的，但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嘛。那为了这个角色，你又做了哪些准备呢？首先从外形来说的话，其实做了一些重量上的增重，让自己的外形更加的厚重一些。增了多少斤？大概15斤左右。通过此前发布的一些小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肖战这一次为了郭靖这个角色，可谓是下了狠功夫了，有这个掌法、棍法、身法、拳法等等哈，18般武艺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就是面临觉得自己无法突破，或者是有困难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演员应该做的。其实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在电影开拍之前有2个多月的一个集中训练期，每天都会去集中的训练。我记得应该是上午是骑马，然后下午是武术，然后还有一些威亚，还有间歇性的一些蒙语的学习。他是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背景环境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要如何由内而外的去贴近郭靖，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于困难的话，我是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威亚。看徐克导演笑了啊，因为这一次尝试了一些跟以往我做的威亚不太一样的一些新的尝试。在我们这一版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呈现出我们这次完成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把这个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汉不孤都完全换了一个方式来做。觉得你难受的地方是因为它不是很短，它很长的一个镜头，是看着他在空中使这一招，然后他一招里面产生出来的环境变化跟他的威力怎么去攻击对方。而且我们这个戏里面强调是真实感，产生一种没有过的这种真实感，所以在空中的镜头不能短，在打斗过程里也不能短。刚刚导演讲的是它的设计，那从实际出发的话，可能要求对于演员的核心要求就很高，因为有时候你需要一直吊在空中，但是你的腰只有一个着力点，所以你需要把身体要绷直也好，需要在空中
就是做一些动作也好，所以你要 hold 在那个点，像导演刚刚说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你要全身发力，然后用你的核心，然后 hold 住那个造型，对，那个姿势，那个动作，而且还要发力，对，对。刚才你也说了，跟导演在片场的故事很多，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导演经常会，比如说我们拍完一条，然后就现场就鸦雀无声了，然后每个人在想说，哎，怎么了？发生了什么？然后就隔了一会儿，就看见导演风尘仆仆，咚咚咚咚咚咚冲到现场来了。就导演他是一个，他有时候他会直接就到现场，然后，他很简单明了的告诉所有人他到底要什么。这也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有时会很突击性的说，这样做，因为有时候想太多，反而就造成了很多这种所谓就心理上有很多预备的这东西，而预备的东西不直接。你如果突击性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他很直觉，用他很本色的方式去做这个，突发奇想。对。每一个人心目当中也有一个武侠的英雄哈，我们想问一下在座的3位哈，你心目当中的武侠的英雄又是谁？郭靖还是非常这个刻骨铭心的。读那个武侠的小说呢，更多的是侠义。我倒是觉得，这个侠可能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在武学上的这个多高超，而是他的内心非常强大，而且他是有一颗这个温暖、和平、善良的心。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老说英雄，其实侠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原来的一个评价说法。这个其实侠和英雄某些程度上是一致的。这种侠涉及到很多，包括北疆这个南海驻守的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他也是侠。这个侠呢，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普通这个人民这个身边也很多。我们想呈现的，我的感觉是应该是更宽泛的。其实总结来讲，简单说一句，侠就是我们对这个社会里面的正义感的一种希望。如果这个侠能够维持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而且辨清是非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武侠世界跟江湖世界就好像是每一个人的一个理想国，自己可以在自己的理想国里面，肆意快活，然后行侠仗义，对。但是这个理想国度呢，同时又是跟我们的现实世界是挂钩的，需要用你的责任跟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对，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要怀一颗怜悯之心。对，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好的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片中我们也多次能看到哈，就提前剧透一下哈，这个郭靖也多次提到了英雄。刚刚肖战也解释了，说是怜悯之心。我相信怜悯之心也是中国式英雄内核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郭靖，你可愿领兵出征？我就还要1个人面对草原大军呢。你可知大汗为什么留我在这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我是通过这个先公布出来的一些视频我能感受到肖战在整个的准备过程当中眼神的一种变化从最开始的接触到郭靖这个角色，然后到最后我们18般武艺全的这个学会之后的这种眼神的那种对于坚定感不一样。您饰演的这一版郭靖，您认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肖战版的郭靖，那在郭靖的身上肯定会融入一些有肖战的特质。但是其实我是认为我跟郭靖其实是有相同点的，我觉得可能是在认真跟一些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的坚持跟坚守上吧。我记得眼神这一个词是导演我们在最开始拍摄的时候，导演反复跟我提起的，你的眼神，大侠的眼神是什么样子？然后导演也会让我去监视器看回放，然后说你看看这个眼神，这个不是郭靖的眼神，这个可能是郭靖的眼神。那到了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我记得导演跟我说，气势不能输，
哪怕是你一个人对抗千军万马，但是你一定要沉住气，在气势上你要压倒大汗，但是同时他又是养育了你的那一个人，但是你又不能对他有仇恨，所以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在那一场戏里面。郭靖，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怀怜悯之心。这一次哈，其实《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正式上映之后，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个给大家也埋了一个新的点啊，这个副总肯定很清楚，就是我们中影的一个新的一个 logo 的展现哈，这是又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在这个中影集团它这个整合融合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个新，我们也想推出一个新，正好呢，这个《侠之大者》这个片子呢，把这个江山和这个人民表达出来了。我们使用我们第一款，使用我们这个新的动态 logo。对，目前这部电影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和期许是什么？一个是期许看看这个徐克导演是从哪个角度来把这个《射雕英雄侠之大者》给推出来的。第二个还是也期待着看这个我们肖战在里面的这个表演和演绎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期待的。是，我是小说迷嘛，小说迷从小都一直酝酿的这个金庸小说世界，我应该想个办法把它改编成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体验。还是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浪漫，一个是让人触动他的这种对这种热血，跟他的这种英雄感觉，这个两个很重要。我就站在演员的角度去说的话，我希望观众可以通过我塑造的这个角色，通过我们的电影，可以体会到郭靖更多的并不是在于他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体会到郭靖他非常强大的精神内核，他坚持的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他坚持不懈坚守的一些东西。也到了过年了，大年初一《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我们今天一起，我们来说一句祝福的话吧，给大家。爱生活，爱电影。大家过一个浪漫、热闹、开心的春节。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年初一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